当墨尘解开陈平的衣襟，看到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时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赵京风真他妈不是东西。陈平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：“无妨，死不了。”还说无妨？林雪嗔怪地瞪了他一眼，小心翼翼地用灵泉水擦拭伤口。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？秦烈要是真动手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胡麻子在一旁对着陈平吹捧道：“陈平，你太猛了，那腾龙氏简直帅炸了。赵京风那小子被劈成两半的时候，我差点跳起来。”墨尘一边为陈平敷药，一边沉声道：“神剑山庄绝不会善罢甘休。秦风烈此人睚眦必报，这次丢了这么大的脸，肯定会暗中使绊子。我看你还是离开剑圣城，暂避一下锋芒。”陈平点了点头，等拿到冠军奖励，我们立刻离开。就算是墨尘不说，陈平和胡麻子也会离开剑圣城，去找那恶道店分店的。提到冠军奖励，林雪眼睛一亮，听说这次的冠军能得到剑圣城珍藏的剑心通明丹，还有机会进入万剑窟参悟3天。剑心通明丹，陈平有些不解，那是什么？是可以提升剑意的丹药。林雪解释道。陈平有些不敢相信地看了看墨尘，他还从未听说过剑意这种东西，还有丹药可以提升。正是，墨尘笑道，有了这枚丹药，你的剑意屏障或许能真正蜕变为剑域，到时候你的实力又能提升一大截了。那万剑窟呢？陈平好奇问道。那万剑窟是……墨尘刚开口，就在这时，院外传来脚步声。一名剑圣城的弟子恭敬地站在门口。陈公子，张负责人请您去一趟，说是要颁布剑术大会的奖励。陈平起身，脸上带着些许期盼。走吧。当陈平再次出现在剑圣城大殿时，所有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贵宾台上的掌门长老们纷纷起身示意，看向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善意。一个能硬汉神剑山庄的天才，谁都愿意交好。张负责人手持一个锦盒，朗声道：“剑术大会圆满结束，本届冠军陈平。”掌声雷动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。张负责人将锦盒递给陈平，这里面是剑心通明丹以及万剑窟的准入令牌，3日后老夫亲自带你入窟。陈平接过锦盒，正欲道谢，却见一名弟子匆匆跑进来，在张负责人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张负责人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，他看向陈平，沉声道：“陈平，恐怕你不能在剑圣城久留了。”秦风烈离开前，发了一封传讯给各大与神剑山庄交好的宗门，说你身怀异宝，杀戮成性，号召天下修士共讨之。墨尘脸色一变，他这是要污蔑陈平，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卑鄙！林雪怒声道。张负责人叹了口气，神剑山庄在剑道一脉势力庞大，不少宗门都会卖他面子，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来找麻烦。毕竟神剑山庄除了剑术，还有很高的锻造术，很多宗门的零件都是从神剑山庄购买，这个面子还是会给的。陈平握紧了手中的锦盒，眼中闪过一丝冷意，想群起而攻之，那就来试试。陈平转向张负责人，前辈，万剑窟我就不进了，奖励我收下，这就告辞。你不再考虑考虑？张负责人有些惋惜，万剑窟对剑修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机缘，机缘虽好，也得有命享受。陈平笑道，等解决了神剑山庄的麻烦，晚辈再来向前辈请教。张负责人点了点头，也好，我让人送你们从密道离开，能避开不少耳目。在剑圣城外有一个剑冢，你也可以去修炼，既然进不来万剑窟，进到剑冢修炼也算是给你的一个补偿了。多谢前辈。陈平拱手道。半个时辰后，剑宗一行人通过剑圣城的密道离开了这座喧嚣的城池。站在城外的山坡上，陈平回头望去，
只见剑圣城的轮廓在夕阳下渐渐模糊。陈平，接下来去哪啊？墨尘问道。陈平望向西方，我想先去剑冢看看。好，我带你过去。只是这剑冢之地不同于万剑窟，这本是杀戮之地，心智不坚者容易走火入魔。还有要看每个人的领悟，并不是每个人进入剑冢之地就一定能提升，还有的人进去之后直接变成傻子出来了。墨尘对陈平讲着剑冢之地的危险。我不怕，总要去试试的。陈平微微一笑。一行人朝着剑冢之地而去。剑冢之地位于剑圣城的后山，是一座巨大的山谷，谷中插满了密密麻麻的古剑，每一把剑上都散发着淡淡的剑意，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剑域。每一把剑都代表一个消失的生命，所以在这剑域之下还有着浓浓的煞气。这里就是剑冢之地了。墨尘指着山谷中央的一座石碑道，那座石碑上刻着剑圣心经，你能领悟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。陈平走到石碑前，只见石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古文字，这些文字仿佛拥有生命一般，在石碑上缓缓流动，散发出磅礴的剑意。陈平凝视着石碑上的文字，只觉一股浩瀚的信息流涌入脑海，无数精妙的剑道治理在他眼前浮现。他仿佛看到了历代剑圣练剑的场景，有的在高山之巅领悟天地剑意，有的在血海之中磨砺杀伐之剑，有的在市井之间体会人情剑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平缓缓闭上了眼睛，双手结印，体内的灵力按照剑圣心经的法门缓缓运转起来。他的身上渐渐散发出一股与剑种融为一体的气息，谷中的古剑仿佛受到了感召，纷纷发出清脆的嗡鸣。墨尘站在远处，看着陈平身上的变化，眼中满是惊叹，没想到他的悟性竟如此之高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与剑种的剑意产生共鸣。就在陈平的气息与剑种的剑意完美交融，周身环绕的古剑嗡鸣愈发急促时，异变陡升。原本只是丝丝缕缕萦绕在山谷中的黑色煞气，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，骤然变得狂暴起来。它们不再是散逸的雾气，而是化作一道道奔腾的黑色洪流，带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，从四面八方朝着陈平所在的石碑处汇聚。轰隆隆，大地剧烈摇晃，仿佛有巨兽在地下苏醒。剑冢山谷的地面以石碑为中心皲裂开来，无数道幽深的缝隙中，竟有森白的骨爪猛地破土而出。那是什么？林雪失声尖叫。只见密密麻麻的骷髅从裂缝中爬了出来，他们的眼眶中燃烧着幽绿的鬼火，骨节摩擦发出咔嚓咔嚓的刺耳声响，手中还握着锈蚀的长刀或断裂的古剑，显然是死在剑冢的历代修士所化。这些骷髅被煞气催动，行动迅捷无比，周身散发着浓郁的暴力与嗜血之气，如同潮水般朝着陈平涌去。陈平，墨尘脸色巨变，提剑便要冲上去。可就在他踏出第一步时，一道无形的屏障骤然浮现，那是剑冢原本潜藏的剑域在此刻骤然爆发，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壁垒，将陈平与外界彻底隔绝。墨尘的长剑斩在壁垒上，只激起一圈淡淡的涟漪，反震之力让他气血翻涌，嘴角溢出鲜血。这剑域变得好强！墨尘惊骇不已，他能感觉到此刻的剑域比之前狂暴了数倍，仿佛在刻意排斥外人靠近。10余名剑宗弟子齐齐出手，剑气纵横劈向壁垒，却都被一一弹回。胡麻子祭出一道符咒，狠狠砸下，当的一声巨响，他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，手臂发麻。可恶，进不去！胡麻子怒吼，眼中满是焦急。屏障内，陈平已被骷髅群彻底包围，他猛地睁开双眼，眸中没有丝毫慌乱，只有被激发的战意。方才与剑意共鸣时领悟的剑圣心经，奥义在脑海中飞速流转，
他反手握住插在身旁的斩龙剑，金光再次绽放，与周围的黑色煞气形成鲜明对比。来得好！陈平低喝一声，身形不退反进，斩龙剑划破空气，带起一道璀璨的金色弧线，正是他在与赵金峰对战时领悟的腾龙式。只是此刻这一剑中不仅有龙威，更融入了剑种的古朴剑意。扑哧，首当其冲的十几具骷髅被剑光扫中，瞬间化作漫天碎骨。但更多的骷髅踏着同伴的残骸涌来，他们不知疼痛，不畏死亡，手中的兵器带着破空声劈向陈平周身要害。陈平脚踏玄妙步伐，在骷髅群中穿梭，他不再刻意防御，而是将剑圣心经的运转法门催动到极致。那些扑向他的黑色煞气，在靠近身体的瞬间，竟被他主动牵引着涌入体内。煞气入体的刹那，陈平只觉经脉像是被无数根钢针穿刺，剧痛让他额头瞬间布满冷汗。但他强忍着痛苦，引导着这些狂暴的煞气在丹田内流转。奇异的是，在剑意的调和下，煞气中蕴含的精纯能量被一点点剥离出来，融入他的灵力之中。散仙境8品，壁垒在松动。陈平心中一喜，这些骷髅本就是被煞气滋养而生，斩杀他们后，溃散的煞气会更加浓郁。陈平一边挥剑斩杀不断涌来的骷髅，一边主动吸收着煞气中的能量。他的动作越来越快，斩龙剑的金光与煞气的黑气在他身上交织，形成一幅诡异而霸道的画面。骨屑纷飞中，陈平的气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攀升，每一次挥剑都有数十具骷髅碎裂，每吸收一分煞气，他的灵力就凝练一分。渐渐的，他的剑法不再局限于腾龙式，剑冢石碑上的古文字仿佛活了过来，化作一道道无形的剑影，指引着他的动作。有时他一剑频频刺出，却蕴含着千回百转的变化，能同时洞穿数具骷髅的颅骨。有时他剑势陡然沉猛，如劈山断月，将成片的骷髅劈成齑粉。他的剑意在杀戮与煞气的淬炼下，变得愈发凝练，愈发霸道，隐隐有突破剑意屏障的迹象。屏障外，墨尘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他在吸收煞气修炼。林雪震惊地捂住了嘴，这怎么可能？煞气至阴至邪，稍有不慎就会走火入魔啊。墨尘眼中闪过一丝明悟，喃喃道：是了，他的剑意本就带着龙威，至阳至刚，正好能压制煞气的阴邪。而且他在领悟剑圣心经，或许这剑种的煞气本就是突破的契机。就在这时，大地震动得更加剧烈，一道高达3丈的巨型骷髅从最深的裂缝中站起。这具骷髅身披残破的铠甲，手持一柄锈迹斑斑的巨剑，周身煞气凝聚成实质，显然是生前修为极高的修士所化。他嘶吼一声，巨剑带着万钧之势，朝着陈平当头劈下。陈平抬头望去，眼中寒光一闪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体内被炼化的煞气与灵力彻底融合，斩龙剑上的金光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黑色纹路。就让你成为我突破的踏脚石。陈平身形跃起，人与剑合二为一，化作一道金黑交织的流光，迎着巨型骷髅的巨剑冲了上去。轰！金黑流光与巨型骷髅的袖剑轰然相撞，震耳欲聋的巨响在剑域屏障内回荡。斩龙剑的金光与袖剑上的黑气激烈对冲，迸射出漫天火星。陈平只觉一股沛然巨力从剑身传来，手臂瞬间发麻。若非体内煞气与灵力融合后力道暴涨，恐怕这一剑就要被震飞。好强的力量！陈平心中暗惊。这具巨型骷髅虽只是骸骨，却残留着生前的武道印记，举手投足间带着地仙境巅峰的威压。他嘶吼着将袖剑下压，剑身上的黑气如同毒蛇般缠绕而上，试图侵蚀斩龙剑的金光。陈平眼神一凛，
脚下踏碎一具骷髅的头骨，借势身形翻转，避开袖剑的重压，同时手腕急转，斩龙剑划出一道刁钻的弧线，直刺巨型骷髅的肋骨缝隙，那里正是煞气流动最薄弱的地方。吃，金光穿透骸骨，带出一缕浓郁的黑气。巨型骷髅吃痛，嘶吼着挥舞袖剑横扫而来。陈平脚尖点地，身形如柳絮般向后飘退，避开这是大力沉的一击。袖剑劈在空处，将地面砸出一道数丈长的沟壑，碎石飞溅。不能硬拼，陈平瞬间判断出局势。这具巨骸力量远超普通骷髅，且周身煞气凝聚如甲，寻常攻击难以奏效。但他也发现巨骸的动作相对迟缓，且每次挥剑都会牵动体内煞气，眼眶中的忧虑鬼火会随之明暗不定，那是他力量运转的破绽。心念电转间，陈平不再与巨骸正面交锋，他身影闪动，如同在剑冢中穿梭的鬼魅，一边躲避袖剑的追击，一边挥剑清理周围的普通骷髅。斩龙剑的金光不断闪烁，每一次落下都能带起一片骨屑，而那些溃散的煞气则如同找到了归宿，纷纷涌向陈平体内。嗡！随着煞气不断被炼化，陈平的气息越发浑厚，散仙境8品的壁垒如同被潮水冲击的堤坝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裂痕。他能感觉到丹田内的灵力正在发生质变，隐隐有了触及散仙境9品门槛的迹象。好！巨型骷髅剑迟迟无法击中陈平，变得愈发狂暴。他猛地将袖剑插入地面，双手结印，周身的煞气骤然沸腾起来。那些被陈平打碎的骷髅残骸竟在黑气中重新凝聚，化作数十具手持骨矛的骷髅兵，朝着陈平齐射而来。来得巧！陈平眼中金光一闪，他不退反进，将剑圣心经中的身法催动到极致，身形在骨矛的缝隙中游走，同时斩龙剑高举过顶，剑身上金光与黑气交织，凝聚成一道丈许长的剑芒。这一剑融合了他对剑种剑意的领悟，更蕴含了炼化煞气后的狂暴力量。破！剑芒落下，如同劈开黑夜的闪电，射来的骨矛瞬间被搅成粉碎，紧随其后的数十具骷髅兵也在剑芒中化为飞灰。更惊人的是，剑芒于事不减，径直斩向巨型骷髅的头颅。巨型骷髅嘶吼着抬起双臂格挡，他的臂骨在黑气滋养下变得漆黑如墨，坚硬无比。当剑芒与臂骨碰撞，发出金铁交鸣之声，巨型骷髅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双臂骨甲上出现数道裂痕，眼眶中的鬼火剧烈跳动，显然受了不轻的伤。而陈平借这一击的反震之力，身形如同陀螺般旋转起来，斩龙剑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金色漩涡，那些被剑芒打散的煞气再次被他牵引而来，顺着旋转的轨迹涌入体内。这一次他不再是被动吸收，而是主动引导煞气冲击修为壁垒。啊！陈平发出一声长啸，体内传来咔嚓一声脆响，如同枷锁碎裂。散仙境8品的壁垒终于被冲破，澎湃的灵力夹杂着精纯的煞气流淌全身，他的修为赫然踏入了散仙境9品。就是现在！陈平眼神陡然锐利如剑，突破后的他对剑意的掌控更加精妙，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巨型骷髅因刚才那一击，体内煞气出现了瞬间的紊乱。腾龙式！这一次的腾龙式不再是单纯的龙威，而是融入了剑种的杀伐之气与煞气的狂暴。斩龙剑上金光暴涨，一条由剑意与煞气交织而成的黑龙虚影盘旋而起，带着撕裂天地的气势，朝着巨型骷髅猛冲而去。巨型骷髅本能地感觉到危险，想要后退，却发现周身的空间仿佛被无形的剑域锁定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黑龙虚影张开巨口，咬向自己的头颅。噗！黑龙虚影穿透了巨骸的颅骨，
将其中燃烧的幽绿鬼火吞噬殆尽。失去了鬼火的支撑，巨型骷髅的动作骤然停滞，随后在咔嚓声中寸寸碎裂，最终化作一堆散落的白骨，被剑冢的风吹散。随着巨型骷髅的消亡，周围残余的骷髅也如同失去了动力的木偶，纷纷倒地，化作骨粉。那狂暴的黑色煞气渐渐平息下来，不再主动攻击，而是如同温顺的溪流，缓缓萦绕在陈平周身，被他一点点吸收炼化。监狱屏障外，墨尘等人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亲眼见证了陈平在绝境中突破，以散仙境9品的修为斩杀堪比地仙境7品巅峰的巨海，更以煞气炼体，将这剑种的凶险化作了天大的机缘。这小子胡麻子张着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